这里是50万，离我女儿远点儿。拿了钱，立刻消失在她的世界里。阿姨，您这是什么意思？您女儿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清雅脱俗、绝代风华，未来6栋有限公司继承人，所以得加钱。兄弟，你替我去相个亲。你疯了？我没疯，祖宗救命！相亲这种事儿也能替？能，只要你不承认你不是我，你就行。这句话怎么听着像诈骗前的最后一句人话？对方叫江婉之，集团执行总裁，28岁，身高1.7米，履历像开了挂，脾气像没装刹车。那你更应该自己去。高富帅配女总裁，霸道总裁爱上我，天作之合。我不敢。你一个开豪车的富二代，你不敢相亲？钱能解决90%的问题，但他属于剩下那10%。他上个月跟人相亲，问对方未来5年职业规划，对方说想开一家咖啡店，岁月静好。你猜他说什么？咖啡馆的平均坪效是多少？人力成本占比多少？核心地段租金压力下的现金流断裂节点在哪个月？我不知道。如果遇到突发停业，你的抗风险资金池能撑几天？你拿什么支撑你的岁月静好？你知道那个男的现在在干嘛吗？干嘛？出家了？他在考编，硬生生被江婉之逼去考编了，说体制内才有安全感。挺好，这也算是为国家输送建设人才了，功德一件。还有上个月，有个金融圈的海归男跟他聊宏观经济。我认为当下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资本市场存在大量下沉机会。那你对美债期限结构倒挂怎么看？啊？10年期与2年期利差倒挂对全球流动性的实质性超缩有何影响？你做过压力测试吗？这个课题比较宏大。你这水平适合去银行大堂卖理财，不适合谈宏观。这顿我请，再见。这哪是相亲，这是华尔街顶级投行的终面现场吧？那我一个月薪8000的底层文杆去不是送菜吗？你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你穷。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用这烤肠签子把你串成鱼丸？不是骂你，我的意思是你心态稳定，你没有包袱，不怕他看不上你。我怕。你怕什么？怕他看上我。我这种无产阶级承受不了资本的厚爱。哈哈哈哈哈！程燕，你清醒一点，江婉熙看上你的概率比我妈不逼婚还低。那你找我干嘛？拖时间。我今晚去机场接前女友，明天和小美泡温泉，后天你拿我的命去泡妹。密码6个8，里面有2000、5000、1万。兄弟之间谈钱伤感情，所以先刷卡，免得伤了感情的余地。29.9包邮，1磅！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是高级会员制餐厅，衣冠不整，恕不接待。天字1号包厢，周野周先生订的，我是他兄弟。原来是周先生的贵客，实在抱歉，是我有眼无珠。有钱人的世界，连变脸都这么丝滑，这腰弯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爷爷。这吃的是饭吗？这是在吃我的命啊！我那8000块钱的工资，在这儿连个前菜都吃不起。那个，你们这儿有红烧牛肉面吗？加个煎蛋那种。先生，没有，我们这里只做高端私房菜。那拍青瓜呢？大蒜多放点。也没有，先生。这米饭也要按位收采，一小碗白米饭88块，这米是玉皇大帝亲自种的吗？那我能不能只喝水？可以的，先生。灵泉矿泉水小杯40，大杯80。来一小杯灵泉矿泉水。周野，江小姐，您好。你和照片不太一样。完了，周野那张脸属于女娲炫技的高定款，我这张脸就是个甩出来的泥点子，这悬殊确实大了点。最近公司业务太忙，熬夜多，瘦脱相了。
看来瘦的不够均匀。我姓林，是婉之的母亲。阿姨好。别叫这么早，我今天亲自来，就是要在这顿饭开始之前把话说清楚。来了，豪门斗血剧经典桥段，退婚、支票、羞辱，我虽然没经历过，但这流程我熟得很。这里是50万，离我女儿远点。50万啊！我毕业3年，每天熬夜写文案写到头肚，被甲方骂得狗血淋头。银行卡6位数的密码，保护2位数的余额。正常人在这个时候应该感觉到被资本深深的羞辱，应该愤怒的站起来，把那杯40块的水泼在对方脸上。阿姨，爱情是可以用钱买的吗？我确实也很想这么说，但在我张开嘴之前，生活里的那些催款账单像瀑布一样把我彻底淹没了。阿姨，嫌少，年轻人，做人要懂得知足。这笔钱已经远远超出你这个阶层的身价了。阿姨，您误会了。您这个报价，侮辱性很强。嫌50万侮辱你？我是说，您女儿这种条件，包月50万可以，买断得加钱。你说什么？坏了，这波装的有点过，这表情就像刚被人把脖子上的珍珠项链硬生生换成了一串廉价的街边鱼丸。话已经出口了，现在跳窗可能来不及，不管了。阿姨，商业谈判讲究估值，您不能凭主观感觉随便开价，得看物的实际市场价值。您看您女儿28岁，正值黄金年龄，集团执行总裁，不仅拥有顶级的决策力，还掌控着庞大的社会资源，颜值高、学历高、资产高，这绝对是婚恋市场的顶级蓝筹股。而且情绪稳定度也还行。也还行。目前没掀桌，说明情绪控制力极佳，确实还行。所以这样的人才在市场上是极度短缺的。您拿区区50万让我离远点，本质上是在用超低价恶意回购潜在的竞争者。潜在竞争者？你把自己当什么了？可转债。为什么是可转债？下有保底，上不封顶。现在看着像是一无所有的债，但只要行情来了，随时能转股，成为不可估量的高价值资产。有点意思，小伙子，逻辑很清晰。你闭嘴！好家伙，看明白了，这个家不是女总裁说了算，也不是董事长说了算，是这条珍珠项链说了算。周野，你别以为会耍几句嘴皮子，说几句歪理就能顺利进我们江家的门。我告诉你，门都没有。阿姨您放心，我也没想进。那你来干什么？周野那个王八蛋说让我帮忙拖时间，但我总不能告诉女总裁我是收了1万块钱代班的临时演员吧？那估计得死无全身。吃饭。吃饭。主要是饿，下班直接被拉过来，还没吃晚饭。很坦诚，点。请问有没有便宜点的，比如蛋炒饭之类的？你不是周家少爷？完了，第一刀来了！豪门少爷怎么可能嫌这破菜贵？这人设眼看就要崩塌了。周先生，按照您的老习惯，这瓶罗曼蒂已经为您醒好了，您慢用。我靠，罗什么蒂？这名字听起来就不像是我这种月薪8000的打工人能赔得起的液体。这要是让我买单，我得在这个餐厅洗一辈子的盘子。周先生，解释一下。其实这酒啊，他解释不了，因为他根本不是周野。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这辈子有过很多极其想死的瞬间，比如小学升旗仪式时裤腰带突然断了，比如大学时表白发错了班级群，再比如上个月给老板发辞职申请，结果手滑发成了辞职申请的沙雕表情包。但那些都没有现在这一刻来得如此具体，如此致命。你个王八蛋，你不是说去接前女友了吗？怎么跑这儿来背刺我？那个时间搞重了。我不是他的前女友，我是他的未婚妻。
他未婚妻我见得多了。周爷，你们周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拿我们江家当猴耍吗？林阿姨，对不起，千错都是我的错，这事儿确实是我不对，我不该猪油蒙了心。当然是你不对，你让我在机场整整干等了2个小时，要不是我看到你车的定位在这，我还不知道你居然安排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男人替你来相亲。周野，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我也没想到他发挥能这么好啊，硬是撑了这么久都没穿帮。闭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程燕，虔诚的诚，笔墨纸砚的砚。做什么的？广告公司，底层文案策划。月薪多少？完了，这才是今晚真正的绝杀。前面的装的再响，一提到工资就彻底露底了。税前8000，如果算上全勤和餐补，偶尔能到8200。所以，你就是拿了周野的1万块钱，跑来这里骗我女儿的。妈，他骗的是你，不是我。什么意思？从他说瘦了开始，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周野。啊！第一，周野的左耳垂上有一颗黑痣，你没有。第二，周野那个人有强迫症，穿衬衫必定会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而你这件衣服的领口都已经洗到变形了。最重要的是，周野说话从来没这么好玩。为什么被戳穿了还要继续往下演？因为我已经坐下了，这个时候站起来走人只会更尴尬。有道理，来都来了。祖宗，我们走吧，我真的害怕江婉是这个女人。那他怎么办？就这么把他扔这儿？兄弟就是用来出卖的。再说了，他比我会聊多了。也是。完了，现在就剩我和这瓶我打10年工都赔不起的红酒。程先生，完了，从你变成程先生了，不能是准备走法律程序了吧？你知不知道冒充别人相亲很没教养？知道。那你知不知道我们江家最讨厌欺骗？知道。既然都知道，那你还敢坐在这里？因为您刚才还没发话让我走。你不怕吗？怕。看不出来。我这个人越怕越胡说。难怪。婉之，这种人不适合你。哪种人？哼，没背景，没资产，最关键的是还不诚实，满嘴谎。阿姨，打断一下，前2项没背景、没资产，我举双手双脚赞同并承认，但是这第3项我觉得存在一定的争议。你都敢骗到我头上来了，你还敢跟我谈争议？您看啊，虽然我确实没有主动承认我不是周野，但是您不也没有开口问过我你到底是不是周野？你这是强词夺理，这是诡辩。对，您说的没错，这确实是诡辩。诡辩它好歹是辩的一种，至少能说明我这个人不是一无是处，我还是有一项技能的。我明天上午有个品牌重塑会。好端端的聊什么公司开会，豪门相亲的必备流程吗？我们公司花300万请来的咨询团队，给了我一套像废纸一样的方案。记得他们收费不是很贵吗？号称1000万级咨询顾问。贵和有用不是一回事。你是做文案的？算是吧，苦逼打工人一枚啊。明天早上9点来我公司。啊？去你公司干什么？听会。我？你刚才把我妈说到3分钟没插上话，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把那群咨询孤里也说到闭嘴。婉之，你在胡闹什么？妈，您别急，比起我嫁给他，我请他来开个会，风险小很多。这话逻辑上确实没毛病，但这未免也太伤自尊了吧？江总，承蒙厚爱，但我明天真去不了，我还得苦哈哈的上班呢。江总，我们老板出了名的抠门，这种无理由请假他绝对不批，还要扣全勤奖。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小程啊，明天你去支持一下项目，算你出差，工资照发，不用打卡，好好表现，拿出咱们公司的气势来。你把我们公司买下来了？没有，
只是你们老板正好欠我们恒月一个尾款。哦，现在他欠2个了。1万块钱带班相亲，结果顺手接了个甲方的顶级战略会议。这人生啊，真像坐电铁，你以为坐过站就完了，结果他还能直接开进维修厂。关姨，想清楚。想清楚了。程燕啊，江总您吩咐。明天别穿这件衣服。有问题吗？我觉得挺舒服的。有。什么问题？太像被公司拖欠工资的人。那我穿什么？穿的像个会拖欠别人工资的人。衣服是好衣服，就是穿在身上，感觉自己像是塞进了高级礼盒的1块钱火腿肠。好，这位先生，请问您找哪位？江婉之。有预约吗？应该有吧。那请问您的姓名是？程燕。程先生，江总在26楼等您。这造型绝了，活脱脱就是一个混进世界500强果冻大会送外卖的小哥啊！程先生是吧？请跟我走。江总正在会议室，咨询团队已经到了。那个，他们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不知道。那我呢？你也不知道。很好，敌我双方都不明真相，这很公平。江总让我给你带句话。什么话？他说，如果你觉得紧张，就想想他母亲给你的50万。不紧张了。这8个字一出来，我就感觉像是在听高中校长做动员大会，困意直接上头了。来了。来了，江总，请问这位是？外部顾问。外部顾问，这4个字拆开看，每个我都认识，但合在一起，怎么听怎么像是在进行什么跨国诈骗啊！您好，初次见面，我是蓝色未来团队的项目总监秦朗，不知道程顾问之前都服务过哪些知名的甲级品牌呢？他昨天服务了我妈。江总，你这是要把我往死里坑啊！各位领导，上午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为大家展示如何让恒月集团打破传统物业的桎梏，成为年轻人的情绪陪伴型生超级入口。我看着那行字，眼前猛地发黑，这特妈是什么前沿的甲骨文？我们通过对下沉市场的精准洞察，试图打通用户的底层心智。晴朗清理房的高素质定位。每个词都很熟悉，但被他这么一组合，简直就像在念一段超度打工人的经文。他在等，我知道他到底在等什么。他在等我开口。50万，我一个税前月薪8000的底层文案，凭什么在神仙打架的局里插嘴？所以，经过我们团队长达3个月的日夜奋战与打磨，我们建议今年的核心传播语必须直击人心，定位让生活更有温度。这句话，我上个月刚给一家卖电热带的客户写过，而且还被骂得狗血淋头后无情毙掉的初稿。程顾问。脑子里两股声音开始疯狂吵架，理智在疯狂警告我，说好话糊弄过去，千万别得罪人，混完这几天拿钱走人才是王道。没关系，程顾问如果有什么不同的高见，可以随便聊聊。随便这2个字是职场里最阴险、最恶毒的陷阱。你真随便了。他说你不专业，不上台面；你不随便，他又会说你太紧绷，不懂变通。行，既然你们非要玩，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那我随便说了，请。这句耗资300万的口号，不如改成让甲方更没脾气。大哥真勇，让生活更有温度。这句话语法没错，价值观也没错，但它没用。程顾问，既然你否定了我们的核心创意，请你给出专业的解释。因为任何品牌都能用，卖空调的能用，卖奶茶的能用，卖墓地的用这句话，甚至更合适，更温馨。程顾问，品牌传播不是脱口秀，不是让你在这里哗众取宠讲段子的。我知道，
但传播语至少得让人知道你是谁。你这句口号，除了证明公司急于洗刷自己冷冰冰的资本家形象，什么也没证明。它没有辨识度，没有痛点，没有任何记忆价值。好，很好。既然程顾问觉得我们耗时3个月提炼的理念是一句谢话，那你倒是说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写？江总，我想确认一下，公司的核心业务是什么？城市综合服务、物业、商业、社区零售、智慧停车。目标人群25到45岁的城市家庭和年轻白领。他们痛点。我们团队前期做过数十万份详尽的市场问卷，数据清晰的显示，用户需要的绝对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基础服务，他们更渴望更高维度的生活比情绪价值。秦总，你刚才背诵的华丽说辞，到底是问的每天挤地铁的真正用户，还是问的你们坐在甲级写字楼里的 Excel 问卷？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用户是每天加完班在深夜拖着疲惫身体回家的打工人，绝对不会站在小区门口拉着保安的手说：“保安大哥，我需要你们物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真正的用户只会愤怒的抱怨：电梯为什么特么的又坏了？地下车库为什么永远在排队？楼下生鲜超市的鸡蛋为什么又涨价了？家里漏水打物业电话为什么打了3遍都没人接？各位领导，这就是底层最真实的生活。生活从来不是 PPT 里加了高斯模糊的精美滤镜，生活是一地鸡毛的琐碎。公司要做的从来都不是去当什么普度众生的救世主，更不是用虚伪的口号让生活更有温度。公司要做的是实实在在的让业主的生活少点破事儿。继续。年轻化不是把字体换圆，把颜色换成马克驼色，把短视频拍得像大学生社团作业。年轻人要的不是你强行装嫩，是你别给他添堵。所以恒越集团真正的品牌传播语根本不需要那些云山雾绕的形容词，它可以更直白、更血淋淋一点。比如，恒越在，少烦点儿。程顾问，你不觉得你这句口号未免也太口语化了吧？听起来简直就像是贴在电线杆上的通水鼠小广告。口语化从来都不是缺点，让用户听完记不住你是谁，那才是致命的缺点。品牌是需要高级感的，你用这种粗俗下沉的市井语言，会瞬间拉低整个恒越集团100亿市值的调性。高级感是靠你们实打实的服务质量和用户口碑撑起来的，不是靠几份精美的 PPT 和那些故弄玄虚的互联网造词堆砌出来的。高级感不是你们用来掩饰无能的人话消失术。程顾问，我承认你的观点极具煽动性和攻击性，但是做100亿级的商业项目，不是靠你在台前抖机灵讲段子就能落地的。你的整篇发言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实操的方法论基础，你就是在诡辩。你们方法论很多，当然，所以300万讲了一个卖电热毯都不用的口号。江总，我不知道这位顾问是什么来历，但专业会议需要基本尊重。程燕，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直往下沉。完了，刚才怼得太爽，玩过火了。他毕竟是千亿集团的执行总裁，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外人在自家会议室里把1000万级合作方按在地上摩擦？这是要让我低头认错了。江总，我把 PPT 后面没讲完的内容看完。江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刚才不是指控他缺方法论吗？让他继续缺。江总这是连装都不装了，在全集团面前明目张胆的给这个野路子小子撑腰护短啊！那一刻，我所有的紧张和顾虑全都没了。人类的恐惧是有固定额度的，当额度被通知完，剩下的就只有想赶紧把这帮蠢货骂完下班的纯粹渴望。大家看这页，标题写着打透下沉社区场景，但你们看看变图，用的是国外街区的露天小资咖啡店。这只是为了提升视觉调性，使用的概念示意图。恒越集团2/3的在管项目都在国内2、3线城市的超大型老旧住宅社区。你用一张纽约曼哈顿喝咖啡的图，去指导中国老小区门口推车卖煎饼波子的大爷怎么生活。秦总，你这概念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些吧？大家看这页。策略写着要为恒越打造年轻人的社交货币，请问秦总，到底什么是社交货币？社交货币就是用户在体验了我们的极致服务后，愿意主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炫耀的价值符号。一个正常的碳基生物会在他的朋友圈里发感谢恒越物业今天帮我修好了堵塞的下水道吗？如果我们在修下水道过程里加入互动环节，包装的足够有仪式感，赋予足够的情绪价值，会发，当然会发，他一定会发朋友圈，但他的文案绝对不可能是你那句狗屁不通的感谢恒越集团赋能我的品质生活。那是什么？我家厕所终于特妈的不反味了，兄弟们！那一抹笑，
很短，甚至不到半秒钟，但我清清楚楚的看见了。程顾问，你一直在用低俗表达消协品牌价值，不是我低俗，是生活本来就不坐在 PPT 里。坏了，嘴比脑子快，这逼装的有点大了。秦总监，江总，方案重做。江总，我们这个方案已经推进了2个月，所以呢，继续用，代价更高。如果推翻，时间成本很高。江总要是觉得这位程顾问更合适，可以让他做。好家伙，这就开始给我挖坑了。翻译过来不就是你行你上，我不行，我绝对不行。为什么？我便宜。这不是谦虚，300万的活让我一个税前8000的人做，我怕你们财务怀疑人生。如果我给你300万呢？江总，品牌重塑不是靠几句俏皮话就能完成的。程顾问确实有网感，但项目管理、用户研究、策略推导、媒介落地这一整条专业打法，他未必承担得起。我承认他说的对，我会挑刺，会写2句人话，但300万的大盘子真不是我这种底层文案能扛的。江总，爸，你怎么来了？昨天包厢里那个一直闭嘴的巨内老赵夫，不对，那是在丈母娘面前。今天这个才是真正的江氏集团掌门人。听说会议挺热闹，我来看看。蓝色未来，我记得你们去年给新城做过一个案子。是的，江总，新城项目大获成功，还获得了行业内的年度金奖。没记住。小伙子，你刚才说横越再少返点儿，是随口说的。再随口说2句我听听。好啊，亲闺女看戏，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横越的问题不是用户不知道你们高级，是用户只在出问题时才会想起你们。物业费按时交，电梯别停，停车费按月扣，车位别丢。用户不需要横越像个嘘寒问暖的朋友，他们需要横越像个靠谱的成年人。所以，别跟用户讲温度，讲省心。怎么讲？把承诺拆小，15分钟响应，24小时闭环，停车少绕3圈，买菜少踩1个坑。广告语呢？横越，把麻烦挡在门外。江总，这句口号也太直白了吧，完全没有任何品牌的高级感。我听得懂。这个项目让他试。江总，我真不行。你刚才骂了人家2个月的方案，那是因为他们先把 PPT 放出来的。骂完就跑。我可以道歉，对不起秦总监，我错了。晚了，给你7天做一版能上会的方案。我还有工作，我老板不会放人的。程顾问，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老板沟通好，他同意借调了。小程，组织决定给你更大的舞台。有问题？我本来想拒绝的，我只是个写奶茶店海报的小文案，但我突然想起了昨晚的50万，也想起了秦朗那句“你行你上”，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贱。7天不够，你要多久？10天。理由？7天只能做出能看的，10天能做出让他睡不着的。许助理，这都是我要看的。不是的，还有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你要看的。许助理，我现在跳槽去蓝色未来，给秦朗端茶递水还来得及吗？来不及，江总已经把你的临时工牌开好了。好家伙，这照片真丑，连点美颜都不给加。看完资料了吗？江总，我是人，不是碎纸机。下午2点去项目现场。去哪儿？锦兰府。去做什么？看用户怎么骂我们。你亲自去挨骂？不然让 PPT 去挨骂吗？你就这一双鞋？家里还有一双拖鞋。明天买双皮鞋。报销吗？你很缺钱，
这个问题对税前8000的人来说非常冒犯。放。那我可以买2双吗？换着穿。别太放飞自我。这喷泉水压够大的，看这门面，物业费绝对是割韭菜级别的。别看了，坐下。江总，您这身儿咱们搞下沉调研啊，不通知项目经理微服私访吗？通知他们，你只能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什么破玩意儿！一个月交1000多块钱，就养出这么个破门。来了！哎呦，大爷，您慢点，没磕着吧？你谁呀？推销理财的还是卖保险的？我可没钱。大爷，我是路过调研的。调研啥？没空。调研恒悦物业的服务质量。那你可问对人了，小伙子，你是不知道啊。大爷，您放开说，我一字不落记下来。电梯慢得像蜗牛散步，下楼买个菜能在里面困10分钟。最气人的是保安认车不认人，我推个自行车，他愣是盘问我800遍。还有那绿化，草长得比我都高，蚊子能把人吃了。大爷，您这肺毁量不去唱男高音屈才了。小伙子，我跟你说这么多，你们真能改吗？大爷，我是恒悦集团的负责人。这大爷估计要尴尬的脚趾抠出31呼了。那更好，我再说2句，刚才有几条没发挥好。好家伙，这大爷第2形态开启了，江总这回算是遇上硬茬了。您请讲，我听着。每次推婴儿车出门就像在练举重，你们恒地是想把每个妈妈都培养成施瓦辛格吗？这楼都编号谁设计的？8号楼旁边是12号楼，我每天送他现在玩扫眉，下水道1个月堵3回，报销热线比春运火车票还难打。停车场指示牌像迷宫，进得去出不来。客服回消息像考古，挖出来的都是陈岩大梗，被骂了4个小时，你这记录记得挺全，你怎么想？我觉得问题很大。你们之前的品牌策略是不是一直在强调让用户爱上恒悦？这是行业惯例，打造品牌温度有问题。问题大了，用户不想爱物业，用户只想别被物业气死。这家伙真敢说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别做那种虚无缥缈的情绪陪伴，要做麻烦终结。所有传播动作必须围绕一个核心词解决。既然思路这么清晰，口号是什么？别急，我还在梳理。我不喜欢等，恒悦的节奏不允许拖拉。我知道，但这套方案不是你妈的银行卡，不能啪一下拍在桌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对不起，打个比方，纯属剧情需要。继续。啊？我说继续。刚才那句比喻虽然难听，但很形象，效率很高，说明你抓住了核心痛点。这人好可怕，不是不生气，他是会把冒犯也纳入工作流程。再改一版，再改我就直接从这窗户跳下去。死了吗？差一点。还有力气说话，说明没死。江总，你半夜2点这样关心员工，真的很难不感动。我要不要给你发个锦旗？你不是员工。那是什么？纯牛马吗？外包风险员。有这么夸人的吗？没有，这页不错。哪儿不错？洞察够深，还是文笔够力？删了以后，整体方案会更好。唉，程燕，你为什么做文案？因为我大学学的中文，毕业的时候去人才市场转了一圈，发现除了写字啥也不会。喜欢吗？喜欢过。现在呢？现在主要喜欢发工资，钱到位了，写什么都喜欢。我以前也喜欢过。喜欢什么？喜欢做产品。
做产品？你不是一毕业就回来接管公司，直接当执行总裁了吗？不是，我刚毕业那2年，带着一个小团队做过一款社区 App。当时我想把物业报销、停车缴费、邻里服务全都整合在一起，做一款真正有用的产品。后来呢？后来我爸直接停了我的项目，他告诉我，产品救不了烂执行。有道理，但也很烦。他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那个杀伐果断的江总，反而像一个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改过无数遍稿子却依然不甘心的普通女孩。那你现在还想做吗？方案明早8点前该给我。唉，江总，我问你个哲学问题，说。人和骡子的区别是什么？骡子不会问这种问题。家没有新的资本家。程燕，又要改哪儿？明天秦朗也会来。他来干嘛？最终比稿，董事会将根据明天的结果决定选用谁的方案。程烨，明天别让我失望。你之前可没说还有比稿这回事儿。我现在说了。那请问我现在可以退出吗？不可以。秦朗这次是带着完整的1000万级策划团队有备而来，而你这边只有你自己。你错了，我不只有我自己，我还有这个。那你最好现在就把它喝完，提提神。为什么？因为明天你要单枪匹马把那个300万的精英团队给我死死打下去。这鞋是江晚曦让行政给我报销的，确实很贵，也确实很硬，每走一步，那钻心的疼都在提醒我，压根不属于这种名利场。董事长好，夫人好。我靠，这鱼丸珍珠又大了一圈吧？哟，我还以为是谁呢，程先生竟然还在呀！阿姨您好，实在是不好意思，您上次承诺给我的50万劝退费一直没到账，我没钱打车，所以没好意思。还是这么会贫嘴，我看你等时候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少贫嘴，准备开始。各位董事，各位同仁，经过我们团队连续半个月的深入调研与打磨，恒悦品牌重塑方案 2.0 版本正式出炉。这次我们抛弃了过去高高在上的概念，我们决定将品牌视角下沉，去关注用户最真实的痛点。因为我们发现高端的服务本质上就是少一点麻烦，把麻烦挡在门外。不要脸！这明明是程燕前天在随口提出的概念，他居然直接挪用过来当主视觉包装。有意思，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抄袭了，这是穿了名贵定制西装的偷窃，偷了我的盒，套上它几百万的外壳。再到秦朗，所以我们为恒悦提出的全新品牌 slogan 是。确实比上一版好多了，方向很清楚，把麻烦这个痛点具象化了，执行的逻辑闭环也很完善。晚妖啊，看到没有？这就是1000万的实力。专业团队到底还是专业团队，比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野路子强太多了。我的方案讲完了，接下来程顾问，该你了。我很期待你的野路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程顾问，哈哈，你确定这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你想出来的品牌口告？不添堵，这3个字会不会太粗糙、太没文化了一点？我非常确定，大家都看到了，这种市井小民吵架用的词汇，怎么能代表恒悦几百亿的品牌形象？程顾问，给我个理由。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用户每天就是这么说话。电梯坏了3天没人修，物业死了吗？地库出口设计的像考驾照科目2，每天早上堵成狗。物业群每天发早安晚安，一问正事全装死。恒悦能不能不给我们生活添堵了？各位，看清楚了，这不是你们花300万买来的精致调查报告，这是恒悦每一天
被真实用户指着鼻子骂的理由。秦总监刚才的方案叫少一点麻烦，听起来确实温和，挑不出毛病，也很安全。怎么，这有问题？有极大的问题。它听起来像是一句空洞的承诺，但唯独不像是一句诚恳的道歉。恒越发展到今天，缺的从来不是什么服务能力，而是你们离用户太远了。你们这群精英，每天舒舒服服的坐在26楼的空调房里，喝着咖啡，探讨什么叫生活方式。可是你们的用户呢？他们正站在漏水的地下车库里，像无头苍蝇一样找不到出口。未来恒越的品牌重塑只做这3件事儿：第一，不添堵，在所有的传播物料上大方承认户最真实的烦躁，不要再假装所有人都岁月美好，被骂了就立正挨打；第二，不绕弯，把所有虚无缥缈的服务承诺全部数字化，报修10分钟内必须响应，投诉24小时内必须处理，停车进出绝对不能超过3分钟。第三，不装懂，砍掉社区里那些为了让领导剪彩合影的虚伪活动，把预算全部拿去做旧物交换、夜间应急维修、宝妈临时托育和空巢老人陪诊。我知道他在听，而且我知道，整个屋子里只有他真正听懂了我想干什么。荒谬！程烨，你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这已经是运营整改的范畴了，根本不是品牌方案。对，你说的没错。品牌传播的职责是塑造形象，根本不负责具体运营，你这完全是越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团队做出来的方案就是一堆垃圾。你可以用华丽的广告语把消费者骗进来一次，但如果你的服务是一坨屎，他们会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一辈子。程顾问，请你注意你的措辞，这里是恒越董事会。我已经非常注意了。昨天晚上我熬到凌晨3点改这份方案的时候，我心里想的词可比现在脏多了。年轻人，你觉得按照你这个方案多久能见效？3个月内让业主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半年内形成口碑逆转。成本呢？很贵，比请一个满嘴讲温度的 PPT 团队要贵得多。你自己也知道成本高，恒越凭什么为你这疯狂的试验买单？因为用这笔钱省下来的骂声挽回的品牌信誉，那也是恒越的资产。计划写的再漂亮也没用，牵扯到上百个小区，动这么多人的利益，你一个外来的顾问，你凭什么保证这个方案能够真正落地？阿姨，您说的对，我不能保证。那你站在这里大放厥词，讲这么多废话干什么？我确实不能保证它落地，但是将。因为这10天，他跟我跑了7个下沉项目，挨了23个业主和供应商的骂，记了整整4本问题。一个只想做表面文章、靠 PPT 混日子的总裁，绝对不会在凌晨2点还坐在路边摊上逐字逐句的修改报销流程。这套方案根本不是我一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是他带着我去一线听出来的。婉一，这件事你怎么说？我负责落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吗？知道。哼，一旦方案实施不下去，引起连锁反应，董事会立刻就会启动问责程序，到时候谁也保不住你。让他们问。如果彻底失败呢？恒越的损失怎么算？我担。好了。秦总监，蓝色未来团队的方案，我们恒越不予采用。江总，您不再考虑一下吗？我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的这个决定，未免太草率了。你们团队可以保留你们的意见。那我们项目的尾款费用，许助理会和你们规定结算你们已完成部分的费用，1分不欠。程顾问，恭喜你啊，踩着我上位了。谢谢。你真以为赢了我的 PPT？就凭你这种门外汉，能真把这烂摊子项目做成？我从来没这么以为。哼，那你还敢接？不怕砸手里？因为是他接了。哼。
通知所有项目经理，5分钟后小会议室集合，把试点小区的资料全部复印好。明白。项目启动这天，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江婉思那堪称恐怖的执行力。9点10分，我已经砍掉了你们3个纯属浪费时间的审批流程。9点20，7个小区的试点任务已经下发。现在，给我解释一下这2份推诿的报告。江总，这个事情它确实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底下的员工也有困难。你说客观原因，是因为你主观上根本就不想干。江总，您消消气，这事儿确实需要多部门协调，我们怕万一出了岔子担不起责任。你说需要协调，其实就是想让我出面来替你背锅。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有些用户他不理解咱们的苦衷啊。你说用户不理解，用户掏钱交物业费是为了享受服务，不是为了来理解你的苦衷的。记到最后，我的手居然有点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给他鼓掌。江总、陈顾冠，这是下午的排期，下午3点我们要去摄影棚拍第1条预热短视频。拍视频？谁拍？你。我？方案是你写的，当然由你出镜。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我有严重的镜头恐惧症，一看到红灯亮我就结巴。你昨天对着20多个高管把那个300万的咨询团队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你有什么恐惧症。那是骂人，骂人靠的是气势，拍视频靠的是表演，这是2码事儿。陈顾问，您别紧张，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讲一下咱们方案里的横越不添堵计划就行。我不行，我真的不行，只要一看到那黑洞洞的镜头，我的嘴巴就像离家出走了一样，根本不受控制。废话少说，先试一条。各部门注意，3、2、1 ，Action！ 大家好，我是卡，再来一次，3、2、1，大家好，我是恒越集团的那个第3次准备走。大家好，我是程。你昨天在会议室里不是挺能说的吗？那股指点江山的劲儿去哪儿了？昨天没有镜头怼着我的脸啊。很简单，你不要把它当成镜头，把它当成秦朗的脸。你不是最讨厌他那些假大空的废话吗？骂他。不像，这个镜头比秦朗长得顺眼多了，我骂不出口。那你就把它当成我妈。来，开机！大家好，我是程燕。可以啊，这状态绝了。恒越以前特别喜欢跟业主说大话，什么温度，什么陪伴，什么高端生活方式。说句大实话，听着挺烦的。所以这一次，我们不玩那些虚的，不说那些好听的废话，我们先老老实实做3件小事儿。第1，报修别失踪；第2，停车别绕晕；第3，投诉别给我踢皮球。做不到这3点，就别吹什么高端物业。这条过了。恒越终于知道自己招反人反了，报销别失踪这句话简直骂到了我的心坎里。这哥们儿到底谁呀？说话那架势像物业欠他800万似的。不是像，是真欠，这态度我喜欢。建议所有甲方都学学，少说点人话消失术。江总，陈顾问，视频发出去才几个小时，评论区已经彻底炸了，舆论风向开始反转了。作秀而已，嘴上说不添阻，我们楼下的门禁都坏了3天了也没人修。先把地库那个跟迷宫一样的指示牌改了再说大话。许唐，立刻联系项目经理，门禁问题今晚必须处理完毕，不管修到几点，地库指示牌明天一早全部换新。明白，刚才已经通知下去了，连夜整改。我看着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原来被用户骂居然也能变成一种可怕的生产力。你们物业怎么干事的？那路灯都瞎了3个月了。大爷，您骂的对，我马上记下来，今天就修。小伙子态度真好，来拿着吃。谢谢阿姨。小伙子，你是新来的物业经理啊，天天往这儿跑。我也就是个打下手的。程坚，你火了。
火什么火？我马上就要被业主的唾沫星子淹死了！这什么鬼东西？业主群里传疯了，现在你是恒月的吉祥物。我堂堂一个文案，这辈子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江总，如果你也看到了那个表情包，请装作没看见。晚了，我已经保存了。你存这个干什么？风险素材。什么风险？以后你不听话，我就把它发到公司大群里。江总，你这样很难找到对象。你很关心？不关心，完全不关心。我妈今晚让你去家里吃饭。啊！为什么？不知道。上次他给了我50万，这次不会打算给我500万让我滚吧？想得美。那我不去，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他说你不去，他就来公司找你。几点？你很怕他？不是怕，我只是尊重珍珠项链的战斗力。晚上7点，我带你过去。豪门也吃开黄瓜，有点感动，感觉我们打工人的胃和资本家的胃在这一刻达成了和解。不对，珍珠项链今天居然没戴珍珠项链。听说你最近很忙，还行。恒月那个项目是你做的？江总做的，我负责添乱。倒还有点自知之明。只要我吃得够快，问题就追不上我。在别人家饭桌上，生存是第一要做。程烨，妈，我问他，你觉得婉之怎么样？江总很好。怎么好？工作能力强，执行力强，情绪稳定，是100年难得一遇的好老板。听起来像写员工评语。那换个说法，它像一把很贵的刀，锋利、漂亮，不好拿。但真遇到事儿，它能切开，无论是烂摊子，还是旧规矩。你这嘴倒是会说。真心的。耳朵红了，可能是家里的灯光太暖了吧。来了，单独谈话。第2轮银行卡羞辱要开始了吗？阿姨，我现在真不能收。谁说给你钱了？啊？这是婉之小时候的照片，她从小就这样，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摔断过手，发烧到39度，还要去参加比赛。他爸觉得他像他，能扛事儿，我觉得不是。他只是不会说自己疼。我以前反对你，是因为我觉得你不配。这个判断很准确。现在我还是觉得你不配。也准确。但你能让他笑。我很久没见他那样了。程烨，别骗他。这句话比那50万重太多了。阿姨，我没资格承诺太多，但我能保证，我骗不过他。也是。妈，你们聊完了吗？进来。你给他看什么了？你的黑历史。妈！江总放心，我职业道德很高，绝对不外传。给我。不给。程烨，这是阿姨给我的甲方绝密资料。你确定？江总，抢资料属于不正当竞争。我现在就竞争一下。没有什么神迹，只是把很多早该做的事做了，门禁修了，指示牌换了，客服话术改了，项目经理每周直播挨骂。最开始他们脸色像上刑，后来发现骂完真能少挨骂，居然开始抢直播间时间。人类适应能力真强。程烨，啊，坐那么远干什么？我怕影响公司风水。
风水挺好，这次项目你功不可没。主要是江总带的好，难得会说人话。程燕，有没有兴趣正式来恒悦？江总，我想考虑一下。你有着恒悦董事长的当众邀请，可以。品牌内容部副总监，年薪60万，另有项目奖金。60万！我以前觉得周野那1万块代班相亲费已经是人生红彩，现在桌上放着60万，我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害怕。嫌少？不少。那为什么表情像要报警？江总，我怕我做不好。你已经做过了。那是运气。运气不能连续加班30天。江总，我以前没带过团队，可以学。我学历也不够亮。恒悦不是学校。我有时候嘴很欠。这个我知道。你为什么信我？因为你看见问题会说出来，这很少。签不签？江总，签了以后我还能按时下班吗？看情况。能顶嘴吗？看内容。能报销鞋吗？程燕，在。你再问，我把年薪改成58万。签哪儿？这次我确定，绝对不是灯光。小程，你真的不回来了？老板，我去更大的舞台了，那尾款你帮我拖一下。还是熟悉的人间。江总，谢谢。谢什么？谢你没让我赔相亲那晚的酒。你还记得？我这人对赔不起的东西记忆力特别好。那瓶酒是周野的。哦，我让他赔了。江总英明，多谢江总送我回来。那明天我们再见面。还有事儿？我妈问我，你是不是在追我？丈母娘的50万支配恐惧又要来了，阿姨怎么说？她说你不像。我也觉得不像，确实不像。阿姨看人真准。所以我问你，你到底追不追？追江婉之？我被他妈用50万打发的代班相亲男？你刚才在会议上签60万合同，都没这么怂。那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合同写的清楚，追你没有说明书。他笑了，真的笑了，比今晚的月亮都亮。那我给你写。什么？追求对象江婉之，项目周期待定。第一阶段任务，明晚7点陪我吃饭。江总，这个项目有预算吗？我的意思是，我可以自费。明晚别迟到。还有事。江婉之，明晚7点，我来接你。穿皮鞋。报销吗？看你表现。